为什么你那么认真的健身饮控，却还是瘦不下来？早上起来，当你量体重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体重数字一动也不动，你是不是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吃太多，或者是练太少？甚至晚上你在洗澡前在照镜子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自己的身材线条好像没有变得比较明显，甚至感觉自己的好像肚子又变得更大一点，你是不是又觉得很灰心？如果你每天都很认真的训练，然后饮食也有去计算，也有去记录，该做的都做了，可是你的体重就是不动，你线条也没有变得明显，这个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踩进了训练的陷阱误区。如果你正在经历这种很努力，可是没有获得成果的阶段的话，那今天你一定要看完这支影片，因为我会告诉你，你做了这么多，可是为什么没有获得成果，以及你犯了哪4个错误，让你越练越卡，导致你体重瘦不下去，而且身材没有半点变化。为了解决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个痛苦，我专门设计了针对很认真健身饮控，可是却减肥卡关瘦不下去的人，帮助你们判断哪里卡关的一套系统。例如说，你可能是因为吃太少，导致训练强度撑不住，让你越练越累，最后开始掉肌肉。那也有可能你的训练课表里面塞满了太多垃圾组数，导致你每次虽然练得很累，可是一点效率都没有。这些错误会让你越练越累，而且越练越容易掉肌肉，这就导致你在减肥的时候减到后面会卡关瘦不下去。在这一套系统里面，我会教你如何设计吃得饱又能瘦的热量计划，以及如何设计正确的训练架构，然后我会督促你看看你的减肥是不是在正轨上，避免你减到后面走偏了方向，或者是越减越卡关。这一个不是一直给你压力的减肥课程，不会让你觉得说你瘦不下去就是因为吃太多，不够忌口，或者是不够认真训练，而是会帮你找出减肥卡关的原因，让你可以有效的练出紧实纤细的好身材。你知道吗？我很常看到就是有人很认真的健身饮控，只是他体重瘦不下去的时候，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吃太多，或者是练太少。其实在这种时候，你应该要多吃一点，然后练少一点。你是不是觉得很压抑？都已经瘦不下去了，竟然还要你多吃一点，练少一点，这怎么可能？现在就来听我娓娓道来，大部分的女生在减肥时所会犯的4个错误吧。第一个，我很常看到的迷思就是，很多人体重只要卡住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吃太多，热量是不是不够低，碳水是不是不够少，所以就开始砍淀粉，把分量压到不能再低，吃得越来越干净。结果发生什么事情？你的身体会开始反击，你会发现你的训练撑不住，常常没有力气，情绪也会越来越暴躁。甚至我看过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，就是那个月经会停经，然后经期会开始混乱，而且这个到最后连肌肉都开始在掉。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认为说，哦，体重好像掉了一点，可是身材线条绝对不会出现你想要的变化，甚至你会变得越扁，然后更垮，更难受。你要知道，吃太少绝对不是让你瘦下来的方法，反而会让你越来越瘦不下去。你真正要突破卡关，你需要的不是一直少吃，而是学会如何调整饮食周期。你需要学会怎么吃才能不掉代谢，撑得住训练强度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同时，你要让肌肉可以保留，脂肪才有办法继续掉。再来第二个超级常见的错误就是，我每次都练到爆汗，超级累，怎么可能没有效呢？你会觉得说，都已经练到肌肉发抖，全身湿透，衣服都湿的了，那这样子应该可以变瘦吧？可是很多人其实只是在追求那个累的感觉，反而忽略了你的训练到底有没有在让身体真的进步。暴汗、肌肉酸，这个真的不等于你的脂肪会掉，也不等于你的身材会变。你应该看的不是今天有多累，而是例如说你这个动作控制的有没有比上次更稳，那做的重量有没有稍微可以增加一点，次数有没有做得更确实，这些才是让你身材线条一点一点变紧实的关键。所以与其每次拼命练到精疲力竭，你倒不如想想看说，我的课表有没有在慢慢的推进，还是每次都只是很累而已。
再来第3个超级常见的错误就是练越多瘦越快吗？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练的不够多，所以要再多加几组啊，再多练几天，这样子就比较容易瘦了吧？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开始把课表排得超满，每个动作都4到5组，一周甚至练5到6天，每次都练到2个小时才结束。这个其实不是在减肥，你是在拼命，你只有耗体力而已，你的身体根本没有时间可以恢复，也没有空间可以去进步。结果是什么？你的体重卡住，线条卡住，甚至你会越练越没力，越来越不想练。这种练法不是强者啊，这个是瞎忙而已。所以你要记住，练更多不一定瘦更快，有效才会瘦。你需要的是一个策略，你需要有效的训练架构，而不是这种拼命。你该问的是，我这周重量有没有进步啊？控制力有没有更稳？甚至你的训练数据回馈的数据有没有在往前走？再来最后一个，是我以前也踩过的坑，就是身材想要进步，那当然每个部位都要给它练爆啊，练越多越好，对吧？所以我以前课表都怎么排？胸背肩腿，然后就再多排一个手臂，全部都给它塞进去，动作一大堆，每次练都是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，练完超累超爽，练完真的很有成就感。可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什么都练，什么都没有进步，因为肌肉成长的要素是集中火力，不是平均分配。你以前是新手的时候，你这样练当然 OK， 可是你现在你已经不是新手了，你的身体恢复是有限的，然后你需要的强度又偏高，所以你不能再把课表用这种平均分配的方式去练，你需要集中火力。如果你今天想要练出肩膀的线条，那你就要把训练的资源偏向肩膀，而不是肩膀练一下，腿练一下，然后手又练一下，这样子不会变快，只会拖慢你的进度。那我是到后面才知道说，不是我练得不够认真，是我太贪心了。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身材的变化，记住这一句话：无鼠计穷。每个阶段你只能攻打一个部位，你打穿它了，再换下一个，这个才是你真正在突破新手期以后，你安排课表应该要走的路。你不是不够努力，也不是吃太多，而是一直没有人教你怎么瘦才会真的有效。因为减肥靠的不是撑，而是要做对方向，做对细节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。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让身体愿意改变，不是一股脑的猛冲，一直练爆，然后越吃越少，这样子是完全没有效果的。那如果你卡关很久却看不到成果的话，你点击影片描述栏的连结，加入好身材突破系统，让我一步一步带你打破错误的训练方式跟饮食策略，开始让你可以看到真正的结果，让你可以真的练出紧实纤细的好身材。那现在就赶快加入好身材突破系统吧。